他说，欠你的这一次已经还清了，你欠他的，就等下辈子再说吧。他在人生余下的时间里，不再是木可文，也不属于暗河，不必再见了。他已将你体内的毒素几乎全都吸走了，但还有些残余。我这几日服以针灸，便可全部清除。但切记，这几日千万不可妄动内力，恐使其复发。所以，接下来的事情是不是跟我们就没得关系了？那就劳烦大家长给提魂殿写封信。我要走了，喊趟莫派营来追杀我哦。我曾经给过你机会，可你还是留了下来。有些选择是没有后悔的机会的。哦？哎，不可妄用内力。哲叔，先容我和大家长聊聊，再做决定。你讲得对，你先聊。要是聊不通，我再来帮你收拾。那木也就希望哲叔不要替我收拾了。神医已医好了我身上的毒，墨玉，你完成了属于你自己的承诺，我会给你自由。你过来。当年在鬼窟渊外，我那一剑为你下了生死同之毒，7年之期将至，为我内力刻画。这是我们之间的契约，现在我为你解毒。不必了，大家长。毒多年前就已经解了。什么？18剑阵大成那日，剑气冲贯全身，竟意外将那生死瞳化去了。原来是这样。我一直以为你愿意不顾性命的保护我，是因为那生死瞳的束缚。当年大家长于鬼窟渊外救我兄弟2人，这份情谊，便值得我拔剑守护在你身边。而成为魁的那一日，我也和12小一同立下过誓言。不是威逼，不引利诱，只是情义和责任。木雨认为，这是一件理所应当的事情。谢谢。职责所在。不必再说职责所在，我更喜欢方才你说的那2个字：情义。暗河的炼炉教不出那2个字。这是我父亲教给我的。剑神卓雨落，他的确是个了不起的人。我始终记得，当年父亲曾和我说过的话。他说：“行走世间，重情守诺乃是根本。若忘其意，便失去了握剑的资格。”
重情少诺，就为这4个字，你誓死保护我，不惜一切代价。有的代价不行。什么代价？苏昌河，他不能死。墨鱼，我已经老了，虽然身上的毒已经除去，但却也没有几年可活。这柄面龙剑，你觉得应该交给谁呢？无花无酒清明雨，剑刀剑剑断魂路。真是一个适合苏沐雨的好天气。可想过取个什么名字吗？我想叫苏沐雨。为什么？那日我全家被杀，我被父亲护住，放在一块浮木之上，顺流飘到了这里。那是一个傍晚，下着不大不小的雨。不错的名字。你呢？你想叫什么？双日为昌，意为兴盛明亮，所以我就苏昌河。有路可挑，奈何有挥剑出鞘。剑上暮雨潇潇，伞下潭中月，朝露迢迢。尘沙扬，剑上挑，我刀光里落脚。即便要渡一人过风暴，霜雪难一角，也知不远处有借我的春晓。也知不远处有借我的春晓。家主，苏沐雨已经过了清河街，还有半炷香的时间，便要到这里了。一个人来的？是。看来是发现了我们的住处，特地来找我们的。一个人来，他是想和我们谈判。他会和我们谈判吗？长河，他谈什么判？平时让他多说几句话都难，还指望他能口若悬河的谈判？谈判可以不动嘴，尤其我们苏家人，动剑就好。等你许久了，苏沐雨。我找老爷子。止步！苏沐雨，让我来试试你的剑。苏泽是苏沐雨啊。雕虫小技，还是用出你的18剑阵吧。你想看我的剑？我要看看，谁才是苏家这一代最强的剑客。为何苏家最强的剑客在他们之间？这是苏泽赐封的吗？你用的是匕首，
若你也用剑，我倒是很期待你拔剑的时候，那一刻，让我看到你的剑光。下个注吧，猜猜苏泽几招之内会输？阿泽还是太年轻了，估计5招之内。那我加个注，我猜苏沐雨只需1招，便能赢。听说你练的是灭破剑法，1招杀人不够，还要把人打得魂飞魄散。可你的剑上虽有戾气，却无霸气，因为你不理解。哦。霸气不是凶，也不是狠，而是睥睨。人龙剑。老爷子，很久没见呀，奎大人。大家长身上的毒衣剑，他让我带绵龙剑来此，交给苏家家主。什么条件？我、哲叔、昌河，还有大家长等人，都会从此离开暗河。哎，和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奸细！哎，不是，真不是。苏沐雨，你别诬陷老子。行了，你说的那个等人，究竟是些什么人呢？我会列一个名单，名单上的所有人，都会离开暗河。你是想解散暗河？想留下的都能留下，想走的都可以走。我只是希望给每一个留在暗河的子弟们一个选择的机会。沐雨啊，沐雨，你跟随大家长多年，你应该知道这个想法有多么的离谱。就算我同意，提魂殿也会下达对你们的追杀令，不死不休。那便是我们的事了。现在苏家主只需要决定是否握住此剑。家主，现在不是执掌绵龙剑的最好时机，苏沐雨的条件可不能答应啊！大家长，这是在考验我呀！握住这把剑，远远不够。得握住它，活着走出九霄城。你以为最好时机在何时，在何地？机会从来都是转瞬即逝，所以只有握住它，就是最好时机。绵龙剑。我取了。慢着！苏
家这个时候想拿绵龙剑，还为时过早了吧？这是死灭关木慈陵。穆家穆慈陵，和穆子哲同为前任穆家家主的亲传。他当年从大家长那里偷走了阎魔长的秘籍，偷偷修炼，结果把自己练成了一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模样。后来也因为穆子哲的告发而败落，结果被锁入了那口黑棺里。这便是当年那3道暗器中的第1道——千鸟精鸣。又有什么把戏？真的要杀我吗？同样的媚术，第2次不会再有任何的作用。告诉我你们大家长此行的目的，我留你一命。我都说了，我不会什么媚术。如果你心若是有动，那便是真的心动。妖女，胡言乱语！哎，等等，你能不能换一道暗器啊？什么意思？这么多针一起扎我，死的未免也太丑了些。你能不能换一道，让我死的不那么丑的，或者你能死的好看些的？这是什么？这是血玫瑰。你现在看它虽然是银白色的，但是当它扎入你的身体之中，血液就会流入花瓣，将其染成鲜红色，很美。你就是暗河朱影团首领魁，伤得如何？你要是再晚来几步，我可能真的就没命了。用千珠之阵困住他。你剩下的暗器有机会再见了。宇哥，刚刚专属你那只寻踪蛛突然兴奋了起来，我就知道你一定在附近。还好你来得及时。伤不要紧吧？没有大碍。那个唐连月对我留了手，不然我可能真的已经死了。毕竟那是天启城4守护，站在武道顶端的高手。幸好你遇到的是他。玄武使唐连月一向很讨厌杀人这种事情。胡说。他对我留手，明明是因为对我一见钟情了。你对自己是越来越有自信了。真的？方才他还说我对他使用了媚术。宇哥，你说我会媚术吗？穆家女子多擅长媚术，不过你确实没学过。玄武使见色起意，见色起意啊！先不说这些了，昌河这一路派了不少人阻拦我，他对我们的行踪了如指掌，甚至还传信给了唐连月，这说明朱影之中有他的卧底。我们必须尽快回到大家长身边。宇哥，你难道就没有想过，这个卧底可能是我？这个玩笑不好笑。这不是玩笑。我确实犹豫过，虽然
直到今天，我还没有做过违背当年誓约的事情。可是宇哥，我迟疑了。我开始怀疑我们存在的意义。宇哥，你和昌河从小便一起长大，这一次，你们真的要向彼此拔剑吗？入朱隐之时，我便立过誓，除非我死，否则我不会让任何人威胁到大家长的安危。我当然记得，入朱隐乃是暗河弟子莫大的荣耀。等大家长身上的毒解重新统帅三家，苏家主自会收回成命。到那时，我们俩便不必拔剑相向了。来者何人？苏家，苏沐雨。所谓何事？这个任务，我不能接。哦，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听说过有人敢直接拒绝提魂殿派下的任务，就连大家长也不能更改我们的决定。你有什么理由拒绝？我不想接。这岂由得你来决定？可我知道你的理由。洛南太守张太成，传闻之中是个爱民如子的好官。南方水灾，各州府没有不贪污赈灾粮的，可唯有他开仓赈灾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将贪污之事上报了天启，逼迫天启城派来了督察官，这才让众多百姓活了下来。这是个好人，所以你不想杀？放肆！提魂殿手术一到，便是皇帝你也要杀？什么好人坏人？你是刺客，不是圣人。我不接。风花雪月，确实风流。24桥明月夜，玉人何处教吹箫？此人身上的一扇一箫，都答应来的，乃是江南段家的至宝，应该是段家的少主吧？没错，他便是段家少主段宣义。他弟弟段宣衡，前2年进入雪月城学武。这一次，他应该是跟随他弟弟来参加这百花会的。看来段家这次对这个少主真是寄予厚望，年纪轻轻就把这扇子和长箫传给他。此人武功也不错，继承了段家的风雅之气。江湖上有不少女子对他倾心。风雅，我看是风流。谢兄，谢兄，多年以后再次见到他，感觉如何？他似乎变了很多。一个人从那么高的地方摔入深渊，如何能不变呢？可有些人，不管经历了多少事，经历了多少岁月，都不会变的。你说的是什么样的人？比如，当年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，就觉得他就是这样的人。哦，对了，长风兄，怎么不见令爱呢？别提了，那个野丫头啊，只对舞刀弄枪感兴趣，不提她了。谢兄，你这次来百花会还满意吗？的确是难得的盛景啊，只可惜有美景没有美人，却是遗憾了。秀士3000，
诗文满墙，这没有美人，这佳酿也变得无味了。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世家子弟，难道就没有一个入得了谢兄法眼的吗？能称得上美人的人，这世间可不多见呀。就像这雪月城虽大，我也只见过2个美人。第一个喜赌，第二个脾气特别大，而且他们都不来百花会。谢兄，你这句话当着他们的面去说吧。那可不敢啊。那小憨货怎么还没来？没想到你还挺关心他的终身大事啊。我也挺关心大师兄的终身大事，也不知道那天女蕊最近给你写信了没？任航，那位姑娘是你的师妹吗？我好像是没有见过，想必是来观礼的哪个世家弟子吧。哦，美人之怒，瞬间倾城。是他，他的师傅你也认识，齐天辰，钦天监见证。她是叶萧英的女儿，你们之前应该见过面。哦，原来是他。待为兄先去略上一阵。大师兄，你失手了。别说话。这江南段家的饮水诀，看上去功力不浅呀。别看他们，假装不是我们做的。本来也不是我做的。你们家的大弟子，我看是低估别人了。我们家的这位大弟子啊，以前总是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。前阵子出去了几个月，回来之后呢，倒是有了几分人味儿。这才没过几天，怎么就学会了跟别人家争风吃醋了？这俩人谁啊？一个是大师兄唐莲，另一个是3师尊新收的弟子萧瑟。唐莲，倒是听到这个名字很久了。兄长，切莫冲动。是强者，才有一战的意义。那边的唐莲师兄，据说唐门有道暗器，叫天女散花，不知道是不是这个？不知道大师兄。真是，有什么样的师傅就有什么样的徒弟。他这一来，就要把我这百花会给弄秃了。刘如锦，住手！这江南段家虽然比不上唐门雷家堡，但也算得上是一个大世家了。这长子死在这里，不太好吧？不管是谁，都不能死在雪月城。控制不住这股剑气了。天涯路上有你在身边，风花往上面，晚霞映红你侧面。你有一柄好剑，跟着我一起来。藏着执着的信念，英雄从不轻言。
这才是真的风雅。这是若一剑舞，将军叶家在战场上所创舞蹈。这个剑舞分为上下两谱，上谱曰云门，若行云流水，闲庭漫步；下谱曰杀阵，杀气横行，千里可闻。这一舞，想必便是云门，只是有舞无乐，似乎有些可惜了。好琴技啊！的确是好琴技啊。司空兄，我觉得我寻到了一个答案。你要的东西，我会给你。真的？借小一用。如见轩，谢轩。不用顾虑我，此生能见一次真正的若一剑舞，是我的荣幸。我欲乘风向北行，雪落轩辕大无期。我欲借船向东游，绰约仙子迎风衣。我欲踏云千万里，庙堂龙吟奈我何？昆仑之巅沐日光，沧海绝境见青山。长风万里雁归来，不见天涯人不回。好巧啊，又见面了。虽然我不懂其中之事，不过这样的开场白，是不是略显得有点烂？烂到令人发指。是啊，又见面了。有美人兮，见之不忘；一日不见兮，思之如狂。哟，有故人要来了。谢兄，还不快跑！哎呀，今日能见到雪月城的少年子弟，才知道江湖第一城不是妄言啊！就此别过，就送你们几本书吧。哎，这个送你。这是若一剑舞虽然是好舞，但是杀伐之气太重了，你身体不好，不可常舞。此舞如惊鸿，所舞之时，就像鸿雁在高空翱翔一样，重柔美，少杀伐。多谢先生。喏，这个送你。前辈，这是什么呀？晚来雪。这个是江南才女谢飞轩所著，情之动人，据说连宫里的娘娘都看哭了。啊！你学学里面的主人公，下次见面的时候，可别再说这么尴尬的话语了啊！我常常听你师父抱怨，他说他收了一个假正经的徒弟，可是我刚才听你朗声高歌，却颇有你师父年轻时候的风采。这本书给你。你师父年轻的时候
也喜欢看。我只学习了师傅的武功，没有学习他的酿酒术啊。这期间的滋味啊，你自己去品吧。谢谢先生。哎呀，你应该不希望我唤你那个名字吧？但是你我终究也算是故人了。谢轩先生，看你现在慵懒的样子，我都快想不起来那个在学堂中肆意妄为的少年郎了。外表可以骗人，但是琴声骗不了。心中义气，琴声尽显，我很欣慰。我不明白先生的意思。你不必明白，我只是很高兴，我没有看错。这本书送给你，这是我自己写的，但是名字还没有想好。你如果看过之后想到更好的名字，你就自己写上吧。长风兄，有的人这辈子都不会改变的。多谢谢兄了。好了，我要走了。我才刚来，你就要走？就真的这么怕我？相见不如不见，不见如相见，眼虽不见，心已见。死书生，兄与人。师傅，晚上好啊。刚刚我在苍山上，忽然望见此处有一道剑气，这一剑不错。师傅，你夸我呢？但是，是谁允许你下山的？师傅，你怎么从来不去参加百花大会啊？再美的花，看了10几年也就看厌了，有什么好看的？哦，对了，刚才那个人是不是就是读书个剑仙的谢轩啊？还真如传闻中一样，儒雅又霸气。哼，死书生。他还送了我本书，叫《晚来雪》，但他送给别人的书都挺特别的，我的那本好像听竹书轩就能买得到。你喜欢那个叫叶若依的女子？啊？为什么？因为她长得好看。就这一个原因？好像也没有别的原因了。哼，你也倒是坦诚。师傅，我说她长得好看，不是因为我喜欢全天下所有漂亮的女子，只是我见她的那一面，就觉得自己有些不对劲了。但仔细想想，我不了解她的过去，也不知道她的性格，连她喜欢什么、讨厌什么也不知道。想来想去，或许也只有那一眼的心动吧。又或者是，她长得好看，可是长得好看的人都喜欢骗人。哎，师傅，您这么说，您被漂亮的人伤过？师傅说，这漂亮的人都会骗，果然是真。师傅，我错。我第3次来望城山的时候，你随我下山。啊？那我便1年后再来。哎。2个月之后，我与你试剑。3年后，你便成为剑仙。这是我们之间的约定。什么时候有这样的约定了？哎，师傅，你等等我呀！谢轩先生是你找来的？是的，我把你的事情告诉了他。他说他最近正在修习一门武功，能够对你有益，我便把他邀请到雪月城，
把这门武功传授给你。谢谢。你不用谢我。谢轩和你我的交情都很好，但是想要让他传授武功，仅凭这些交情是远远不够的。他的武功，只教他让他觉得能够配得上他的人。你刚刚抚琴的时候，他才做出了这个决定。看来此书真的有奇效，3言2语，你便看出了一些门道。真气流转，万法通行。谢轩先生给此功法命名为流转。看来谢轩没有骗我，他说你照此功法修习3年，你的功力就可以慢慢恢复到从前的大半，再加上我的药理之术，就算胜过当年，也是指日可待。但是，你要切记一点。什么？虽然他在书上没有提到，可是以你的聪明才智，你很快就会发现，流转之术不但可以帮助你慢慢的恢复功力，还可以帮助你短暂恢复到最强的力量。但是如果你这样做了，便会前功尽弃，甚至还会有性命危险。短暂的恢复到鼎盛时期吗？3年的时间，其实并不长。确实，我在那客栈都待了不只有3年了。但是术法，术在先，还必须要有法。什么是法？法便是你的心，身体上的病可以医治，可是内心的呢？我知道那件事情对你伤害很大，但是我真的希望你能够坚强地走出来。阿爹，哎，钱罗。阿爹，怎么不等我回来，百花会便结束了？哎，你这个丫头，哎，爹喊你的时候你不理爹，现在大家都走了，你又怪我们结束的太早。哎，你这个丫头。我听说如剑仙前辈也来了，还给每个人都带了本书当礼物。我的呢？你的，当然有了。啊，这是他让我转交给你的。哇！哎，这丫头啊，怪我传授给她，她枪法太过刚猛，所以就缠着我要。阿爹。燕回，这些年你做得很好。大长老，还请有话直说。这些年，无双城从没落到重新崛起，全靠燕回你的操持。你是中兴之才，但是无双城现在需要的却是一个开疆辟土之人。哦，一个野心勃勃的人。对，今日起，城里的大小事情，你就不用再操劳了。交给松涛负责吧。师兄，好久不见。这无双城城主的位置，我本来就没有多大的兴趣。但是，松涛，他没有这个资格。你说什么？松涛当年的武功便不如我，所以他才出走无双城。如今你们把他找回来，不过是因为他更容易控制。更愿意听你们的命令行事罢了。燕回，你逾矩了。我这个城主可以不做，但我要推荐一个人，我该有这个权利吧？当然。就这小子吗？就你这小毛孩也想当城主？先和我试下刀吧。确实是个小毛孩。无双，来了，师傅。无双剑侠，就是你这个小屁孩。大叔，你哪位啊？叶宗涛。哦，
好像也没什么名气呀。你就是没什么名气，这回你没记错。无双，下面你就和你的师叔比试一场吧。倘若你赢了，你便就是无双城的城主了。好了，知道了。那就比吧。你站在那里，我们怎么比？哼，没见过世面。云霜、清霜、风香、绕指柔、玉如意，陪这个大叔好好玩玩。杀伤。你的刀叫断破，我的这柄飞剑叫杀生，也算是你来我往了。是断魂，不是断破。哦，是叶松子的断魂刀。是叶松涛。想吃松子了。燕回，你有一个好徒弟，竟能同时控制6柄飞剑，这样的天资，无双城100年来也未曾见着了。但是，你剑指师门长辈，太不敬了。不敬？年轻人资质颇高，值得赞许。但是你太不把长辈放在眼里了。大长老挺厉害呀，你怎么不当城主？我老了。我倒是挺年轻，你觉得我能当城主吗？燕回，你培养了一个无双剑侠的主人。是。这样的人应该带领无双城回到真正天下无双的时候。一座城池的命运，真的要压在一个孩子的肩上吗？师傅，我虽然记性不好，但我才不是孩子呢。我是无双，天下无双的无双。从我叫这个名字的时候，我是不是就注定要坐这个位置了？师傅，让个座。大胆！就算你是无双剑侠的主人，没有我们吴老的认同，这个位置你也坐不上。我还就坐上来了，怎样啊？大长老，你说这位置我能不能坐？参见城主。师傅，我来履约了。我有3件，请君试之。